提起来，一吸气，下面就起来了，保持住下面的收拢，吐气。所以我说，你吐气下去的时候，在腹部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下去以后，它有一个回卷。为什么有一个回卷？因为你下面下面你挡到它了啊。好，走，不要蹲低，我们先高。好，在这边检查你是不是平衡的，你用稍微两掌之间稍微用力，看你左右臂用力是不是平均的力，两边用力，他手是不是还保持在你的中啊？哪一边多哪一边少，你就调一下，感觉一下你的肩膀、你的肩胛骨、你的腰啊、你的骨盆，它是不是正的？当开一点，你的重量是不是透过你的胯到你的小腿啊？所以为什么练很多东西讲两脚开多宽，说与肩同宽？为什么是与肩同宽呢？为什么与肩同宽？内侧与肩同宽，因为与肩同宽的时候，你这个肩的位置跟脚的位置，它是在一条线上面的，所以你的重量是平均的落在脚上面，这样子你的腿的受力它就是平均的，你的脚的受力它也是平均的啊，所以这是与肩同宽的一个原因。好，这些都检查了以后，好，我们慢慢落到你可以你的骨盆没有前倾没有后倾的情况就停，如果它变了你就停啊，下去，落胯下去，松胯下去，不要蹲的下去，松掉胯下去，肩椎也往下，腰放松。这是落，气会自然出来变成吐。好，不要太低。然后呢，当收你那3个点收拢，当一开，当把你顶上来，这是吸气进来，吐气，停一下。好，再吸，当顶起来，落，撑当起来，不要那么快，慢慢起来。先不控制呼吸啊！你在中途你想要气没了，你就吸啊，落，起，吸。好，你们继续慢慢做。我看你现在骨盆还是往后倾，你有察觉到吗？那你去调它，你去调整。你不是调整上身，你要调整大腿，要调整髋关节的角度，还是没有？你去找地，你的骨盆去找地，没有。你要从髋
髋关节调，你要从髋关节调，从这里调，从这里调，从这里调，哎，好落，维持到这个落，这样是不是稍微正一点？好像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从髋关节调啊。髋这个地方啊，帮我准备一下白板。如果他没笔的话，我有带。好，谢谢。行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看一下髋关节这个地方啊，它不容易调正，为什么？大家都晓得嘛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。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嘛，它是在一个臼里面，这个是不动的，在一个臼的里面，一个圆咕噜在转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们的人如果脊椎在这边的话，这个是直的。如果它是有齿轮的，这边也是有齿轮的。我请问你，这个齿轮往这边转，跟往这边转，对它的影响是什么？骨盆前倾后倾，然后脊椎跟着摆动。它对脊椎的影响就是，当我这个的动作，当我这个动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，这个脊椎，它是不是被往这边带？它是不是往这边带？所以你一定是往后仰的，很容易检查嘛。那你如果这个是往这边转的话呢，如果你的力量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它是不是被带起来一个这个力量？是吧？这就我上次讲的，你看它这个是这样子嘛，它这个变成这样子嘛。这就我讲的嘛，我们抽腿要用胯来抽腿，要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的髋关节这个地方它不一定要转到那么大，可是它要有它的力量方向必须是这个方向，它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维持到我们的脊椎力量是向上的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刚才不是讲吗？我要让什么？我要让底下的能量要往上走嘛。我们要让底下的能量往上走，帮助它往上走嘛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帮助它往上走？你这样子是不是阻止它往上走？是吧？晓得吗？所以宁愿这样多一点，也不要这样子多一点。所以你要去转什么？你要去注意你这个地方的力量是，你看它是这样转的，你的脊椎自然起来，属膝这边自然进去嘛。它如果是这样转的，你的身体自然是往后，你的脊椎力量是往下走的。
听不懂？所以你要去调整哪边？你要去调整这边。所以你要感觉这边的转向，这边的转向是往后还是往前？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是这样转动的时候，哎，我的力量起来了，底下收了，上面力量脊椎拔起来了。当我是这样的时候，当我这样的时候，你看我自然小腹出来了，属膝开了，脊椎往下了，听不懂？那我们站正困难是哪边？困难是你要找到这个中央点，你要找到这个中央点。当你不动的时候，你要找到这个它跟它的这个中央点。当我不动的时候，我去。你要抓到一个你放松的时候一个中央点，它好像那个玩特技那个叠罗汉，或者玩特技把一个椅子倾斜的用一根雨伞或用什么顶住，它要找到那个重心的那个中央点。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要去找到那个中央点。然后你不需要用力了，它骨骼自然放到，晓得吗？其实我们每一个关节都要去找到它那个力量的中央点。当我们能找到它的每一个关节力量的中央点的时候，肌肉就不需要用力了，或者说肌肉用很少的力量，只要维持住它的那个，当然你让它整个稳定。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在动嘛，所以它会微动，它会做这个些微的调整，小肌肉会在做些微的调整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的大肌肉可以不要用了，听不懂？这就是我们讲的正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正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去找这个关节位置的时候，你先去试，当它往前滚的时候，往这个圆球往前滚的时候，我的身体、我的脊椎、我的身体整个能量是什么走向？当我往后滚，我把这个往后滚的时候，我的身体、我的能量、我的姿态，它变成什么样子？你把这个东西先找出来，然后他们的中央就是那个正位。听不懂啊？这就是一个结构、一个姿态的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放松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你要找的是这个，我叫你放松，你不知道什么是放松，你不知道要放松哪边，你不知道要放松到什么程度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放松，听不懂？所以要以骨关节的角度为准，你先找对了关节角度，你就可以松了，这样懂哈？好，你们再试试看。其实我就要注意说，不要让它往下落，看你是要它往前产生一个势的力量，还是你要垂直，还是你要垂直往下产生一个气的修炼，中央正的一个修炼，那你就要维持到这个是正的。所以你往下维持到正，它不容易。凡是一个倾斜角度比较好维持，对一个圆形来讲。倾斜角度比较好维持，中正角度不容易维持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两个我们都会用到，只是说我们要去调配，怎么去调配它？对嘛？因为它是我们的身体啊。我要往后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？我明明要往后，我偏要用这个，那你不是自找麻烦？所以它都是为我们所用。可是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能不能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？听不懂啊？
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练胯？因为它是很关键，对力量的传导来讲，它是很关键的一个部位。听不懂？就是我上次我们练踢腿嘛，我说要保持到上身正，骨盆不要动，是什么？你要维持到这个，你踢腿要维持到这个，而不是变成这个。那你说我踢腿是不是可以用这个？当然也可以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看那什么时机嘛？我们用按腿，我们用按腿维持到近距离的，我不能动，或者要有一点点这个。可是你比较远的时候呢？你要用这个啊，听不懂？我不是在说他们谁对谁错，而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的对跟错，晓得吗？对错都是有条件的啊。